このビデオはミルシグが放送するために講演しています。身为一个 Airsoft Gun 的玩家，自从踏入了软弹圈，有时候也在想，软弹发射器也有像 GBB 这么拟真的发射器吗？依照目前的趋势，各家厂牌的新枪开发还是以 AEB、GBB 为重点，难道就没有厂牌愿意开发吗？当然有 Milsing 以泡棉软弹为基础，开发出全新的 HPA 系统软弹发射器 M79， 把软弹发射器带往一个全新的领域。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一把发射器是 Milsing 出品的 M79 HPA 软弹发射器。什么是 HPA 呢？ HPA 的意思就是高压空气，代表 M79 是用压缩空气来做击发的动力。首先，我们先看到枪身是采用一个全金属的配置。下枪身的设计类似 AR 系统，与工匠大师的短弹指甲通用。M79 可以使用工匠大师的短弹，也可以使用 AF 系列的短弹，都可以做击发。桌上这一把是 M79 CQB 的版本 ，CQB 的版本标配其实是这一种，后面是使用 CO2 钢品的伸缩后托。这一把 CQB 的版本已经换上了选配 0.19 升的气瓶伸缩后托。那 M79 还有另外一种气体供应方式 ，Milsing 也有出容量比较大的 0.79 升的气瓶含快速接头的高压软管。接下来再为大家做 M79 的一些细节介绍。我们先从 M79 CQB 的版本来做一个介绍。首先 ，M79 拿起来重量算是蛮重的，大约快3公斤的重量。内管前方可以锁上防火帽，带有 18mm 的正牙。内管使用30公分长的整合式内管。整合式内管的优点在于，内管前方已经做打洞处理，可以透过鱼线的穿绕。让管内形成一个6膛线的结构，击发时使软弹旋转，提升准确性。发射器上方有全铺平的战术轨道，下方也有，采用的是20mm 的通用型导轨，可以使用大部分的瞄具以及握把。侧面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购买战术皮轨来做扩充。M79 有设计类似抛壳孔的观测窗，下方则是弹夹的卸下钮。后面是扳机，后方是射控选择拨杆，提供了保险单发跟连发的选项。M79 是做双面的设计，不管你是左撇子或右撇子，都可以轻松的去做调整。这里有一个枪背带的吊环，这里设计了出气嘴复位拉杆，它的功能是当出气嘴被软弹卡住时，可以拉动后方拉杆，将出气嘴复位，移除卡弹。握把后方有设计初速调整阀，可以调整 M79 的初速。后方是选配的 0.19 升气瓶式伸缩后托，伸缩后托是 Milsing 特别为后方气瓶所特别开发的
专用伸缩托。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Mulesync 接下来会上市的产品。这个是 M79 专用的膛线管，它可以安装在内管前方。目前这个产品还在开发中，之后正式发表会再做一期影片跟大家介绍，敬请期待咯。M79 不只有 CQB 的版本，另外还提供2种版本，接下来替大家介绍一下。接着介绍的这一把是 M79A2 的版本，整体枪身缩短了许多。前面枪管是采用20公分的整合式内管，采用短护木的设计。后方标配无托式的配置，含45度的快速接口。45度的快速接口是用来安装高压软管用的。这个是选配的 0.79 升气瓶。高压软管上面有一个快速接口，安装上去后打开气阀就可以做击发了。M79A2 整体拿起来的重量相对的轻巧很多，因为采用无托式的配置跟短护木，有浓厚的 PDW 的风格。接下来这一把是 M79 的标准版，它是使用长护木的设计，搭配40公分的整合式内管，后方是选配的简易式伸缩后托，含45度的快速接口，跟 M79A2 一样。M79 标准版的后托其实也是跟 CQB 一样，是采用 CO2 钢瓶的伸缩后托。M79 整体来说，大部分的配件都可以互相共用，不管是枪托、护木、枪身，基本上都是互相通用的。Mulesync 也出了很多周边的配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跟搭配。OK，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M79 的性能表现吧。初速设定在230 FPS。用工匠短弹5发来测试。M79 的特色就是可以透过枪身后的出气阀来调整初速，初速可调整的范围从300 FPS 到200 FPS。可以依照需求自行做调整。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M79 的射击表现如何吧。首先，10公尺的距离，我们采用单发的模式，设定在250 FPS， 用5发工匠弹来做测试。接着15公尺一样采用单发模式，最后采用连发的模式，使用工匠弹15发来做测试。测试心得：初速设定在200 FPS， 加上整合式膛线枪管，在弹道上确实起到作用。但如果要再提高初速，就要使用更精密的膛线管，才能达到更稳定的弹道。全自动模式的弹道大致上稳定可控，
但散布范围还是比单发模式大很多，偶尔还是会有几颗击发不完全的软弹。相较之下，使用单发模式更能发挥 M79 稳定的性能表现。总结来说 ，M79 的诞生把软弹发射器推往了一个更高的领域，采用高压气体来做击发，具有出色的射击准度，且击发时带有稍微的后坐力感受，还有单发跟连发的模式可以去做选择，拟真的枪身外形，满足了生存游戏玩家的需求。周边配件也是相当的丰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选购适合自己的配件来做搭配。M79 也有些比较不完美的地方，重量相对的比较重一点，灵活性较差，为短弹而生，无法共用长弹。外接式的钢瓶附上高压软管，虽然可以使用的比较久，但相对来说携带起来相当的不便。老话一句，没有十全十美的发射器，只有适合自己的发射器。M79 总有一个配置是适合你的需求的。接着我来演示一下几种配置。Let's do this. Roger, we're tracking a vehicle approaching from the service road. Left side. Could be to here. Any special orders? Acknowledged all. Let's do this. Raven out. Target splashed. Confirmed, Raven. Well done. This is the LSPD. This is a warning. Clear this area. LSPD, we got you, scumbag. Now freeze. 总结来说 ，M79 总有一个配置是适合你的。好啦，这一集影片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如果大家对 M79 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哦。谢谢你们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